超智能足球是由带有人工智能的微型机械球员所进行的足球竞技，机械球员的体能及球技均参考现实球员生成并强化，可以做出超越人类极限的动作。战况相比真人足球更加激烈。每一个超智能足球球员都拥有学习能力，领队们能通过练习及比赛培育出独一无二的球员。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改良和普及，超智能足球已受到成千上万的粉丝追捧，并风靡世界。各地的联赛及杯赛都纷纷成立，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超智能足球总部每年举办一次的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世界大赛云集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争夺世界皇位的宝座。过去3届的盟主巴西森巴队更是所向披靡。好恐怖的射门呐！修罗门队在4比3领先赤足队的情况下，差点再次拉开比分。亚洲赛打到现在，赤足队每场都惊险万分，尤其是这场亚洲赛决赛，更是让人心惊胆战呐！赤足队的铁甲和战盾刚刚为了阻止复刻的幽灵火焰射球而受到严重创伤，已经不能继续比赛了。现在赤足队只剩下3名球员，离比赛结束还有30分钟，赤足队到底会怎样应对呢？铁甲和战盾都受伤不能比赛，只有3个球员，我们还是赢不了的。不如我们弃权吧。我们赤足队这么辛苦才能在这里比赛，我们不可以放弃，请大家相信我。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住，我不想大家将来后悔。对呀，如果我们不能带赤足队打进世界大赛，怎么对得起奥尼呀？我相信，我们一直都相信高旭，我知道他从来都没让我们失望过。没错，就算战队受重伤，也要踢下去。好，我和铁甲也会支撑到最后1秒。我也要守住这一球。各位，谢谢你们，无论要面对多少困难，我们赤足队也会完成这场比赛。这是超智能足球领队和球员的尊严。奥尼，奥尼，裁判，我是赤足队的领队之一，我现在要求换人。奥尼，你回来了，师傅。我就知道赤足队一到关键的时刻，你就会回来帮我们的。你回来就对了，奥尼，我可以连你那份仇也一起报了。你听好了，卓龙，我这次特意回来，就是为了对付你的。战盾，你表现得很好，剩下的工作就交给我吧。各位，一起上啊！乾隆上啊！什么？是时候了！火焰射球！球进了！赤足队由乾隆、刘星、何能合作组织攻门，终于在下半场的20分钟追成了4比4平手。好棒呀，乾隆！何能和乾隆的合作终于成功了！太棒了！乾隆太太太棒了！高旭，好棒啊！师傅，高旭，奥尼竟然要你从维也纳赶回来帮我们。别这么说，大家都是队友嘛。没错。别高兴得太早，上吧，复刻！我们回来帮忙，乾隆！再来，幽灵火焰射球！幽灵火焰射球！复刻的幽灵火焰射球，我们目前还没能够破解。鹰眼，好厉害呀！鹰眼，就用那一招吧。
奥尼，用那招的话，我会我明白，你会失明3分钟的。失明。怎么会这样？这个之后再解释。鹰眼，你记住乾隆的位置，一旦接到球，就马上传出去。没问题，已经准备好了。谢谢你们，在我离开赤足的这段时间，能进入亚洲杯的决赛，是靠你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努力奋战。现在，是时候轮到我尽全力为赤足队的胜利而付出所有了。出手吧，残影呼叫！知道了。球进了，最后1秒钟，乾隆凭着烈焰射球，在临近结束时为赤足队射入最关键的一球，5比4大逆转，赤足终于战胜了修罗门，成为出战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的队伍。奥尼，幸好有你及时回来帮我们，我们才能赢下这场比赛。是啊，你是不是决定不去留学了？各位，其实我只是跟爸爸申请了很短的假期回来。比赛结束之后，我还要回去继续我的学业。师傅，这么难得回来又要走啊？对了，奥尼，为什么要突然回来呢？不会是预知到我们有难了吧？哼，其实我一直想跟大家一起出战亚洲赛，不过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也曾经一瞬间想过决定放弃超智能足球。放弃超智能足球？球场中拼尽全力进攻，我关肩负的责任有多重？大步走，快如电，急如风，赤足跑过了困难，向前冲。团结友情，忠诚见证。We kick for the goal， 足球划破了天空，梦想在中场启动，战斗唤醒了沉睡的乾隆，斗志在血液涌动，点燃不灭的火种，同一个梦在我们的心中。不怕暴雨和狂风，雨后总会有彩虹，路再崎岖也只有我掌控。总是挫折不放空，拼至最后1分钟，再次进攻，再次进攻，再一次进攻。很好，这首曲子很不容易，你弹得非常好，简直无可挑剔，我给满分。你的技巧真的很出色，是一个完美的表演，满分。你的表演的确很完美，不过实在是过于完美了。过于完美？你的技巧是很完美，但在你的表演里面完全没有你自己的感情和风格，和放唱片没有区别，弹奏缺乏人性，只能被称为人形乐器。你不配做一个音乐家。
我不配做一个音乐家。但是，你很有潜质，我希望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下次还是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考了。我的音乐太过完美，我不明白。当初虽然是爸爸妈妈要求我学钢琴，但是渐渐的，我开始迷上了音乐，以成为出色的音乐家作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每首曲子的历史，演绎者的心情，我都读得滚瓜烂熟。之后，我就接触到了超智能足球，世界冠军成了我第2个目标。少爷，少爷，赤足经过一场场战斗，终于成为全国冠军，并代表中国进入亚洲赛。虽然也能兼顾，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到我音乐方面的学习。难道超智能足球是我音乐生涯里的短板？难道我要放弃超智能足球？奥尼，我们一起努力吧，在音乐和超智能足球的领域，都要做出好成绩。艾姆，你是最明白、最了解我心情的人。要是你会怎么做呢？少爷，赤足在亚洲赛将对阵新加坡的多哈哥队，这些是你让我找的资料，你看看。还有，今天欧洲分组赛结束，你会不会……现在我最应该关注的是我的音乐，所有关于超智能足球的事，我暂时不会再管了。少爷，我现在很想见一个人。高迅，一个很努力，正在为艺术而奋斗的朋友。喂，艾姆，你好吗？奥尼，好久不见了。你们赤足队亚洲赛打得怎么样？我最近都忙着准备考试，都没有时间关注呢。赤足应该打得挺好，不过我已经在维也纳了，不如我们出来见面吧。你在这里啊？不过我现在不方便，过2天找你吧。少爷，艾姆少爷没有空。听说他半年前从德国转来维也纳最著名的国立艺术学校之后，就一直保持很好的成绩。我想，他一定是专注于他的艺术创作方面。我要好好的向他学习。怎么了？没什么，不知道是不是你最近总提起他的缘故，我突然觉得前面那位服务员的背影有点像艾姆少爷啊。你看错了吧？艾姆那么专注学业，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做服务员呢？可能真的是我眼花了，年纪大了，视力毕竟没那么好了。艾姆，有空吗？我想约你下个星期。奥尼，我在复习呢，晚点再打给你吧。艾姆他现在正在家里复习呢。艾姆，我真的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意见。如果我决定放弃超智能足球，你会赞成吗？艾姆少爷。哦，艾姆。你来维也纳是做什么呀？来参加音乐考试。是吗？那你一定考得很好。奥尼，有你这样出色的朋友，是我的光荣。别这么说，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而且你也很出色。其实我这1年一直最想做的，就是成为奥尼你。我离开中国，回到德国，一边读书，一边努力建立自己的超智能足球球队。我知道，那个时候你打电话给我，说你的球队有不错的成绩了。那时我以为我成功了，没人会小瞧我，不会再有人说我是白亚斯的短板。艾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还记不记得，在我认识你之前，
我家里已经很穷，连供我上学都有困难。我一直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所以我在学校。别过去！你没听人说艾姆是个哑巴孤儿，不会说话吗？但是他的超智能足球挺厉害的，我想挑战他。切，说厉害，奥尼不是更厉害吗？不如向奥尼挑战。奥尼，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和这个人来一场比赛。奥尼来了，少女。哇塞，奥尼向艾姆挑战吗？正好，你想打败我，我不一定会输给你的。我以前看过你跟别人比赛，我觉得你很厉害，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搭档，建立一支超智能足球球队呢？奥尼竟然邀请艾姆一起组织球队！我相信你和我一起，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邀请我做搭档。一个在学校公认完美的人，怎么会看得起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长处，我不会小瞧任何人的。况且我们百亚斯的战绩一直都不错啊。是呀，我们搭档之后一直都没输过，成绩真的很好。但是眼镜蛇小心，传球吧，核能会接应你的。恭喜啊，你们真是好搭档，难怪一直没人能赢你们。谢谢。我们说是因为有奥尼，并不是你。艾姆，你是百亚斯的短板。百亚斯的短板。这边。艾姆，你还没有走。奥尼，我的超智能足球技术是不是很差？艾姆，当初我请你和我搭档，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厉害。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这些年在赛场上，常常是你出手摆脱困局，我的观察力真的比不上你。在球场上，大家是队友，就应该互相合作，不用这样比较的。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些事要告诉你。什么事呀？爸爸希望我去中国做学术交流，因为在未来，认识中国文化是很重要的。爸爸想学习一下那里的文化传统，放眼世界。所以，我今天去办理的退学手续。啊，那我们的百亚斯队呢？不用担心百亚斯队，只要你点头，爸爸就会订你的机票，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中国，继续合作，钻研超智能足球了。艾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真金不怕火炼。到中国以后，就不会有人瞧不起你了。这就进了一球啊！好厉害啊！尤其是他们的中场球员，不过前锋也非常不错。我曾经真的以为在中国会是我的新开始。没错，当时的百亚斯队不是取得了很好的战绩吗？你难道忘了当时属于我们的热烈掌声了吗？真的吗？其实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后来才明白，所有的掌声只属于你，至于我根本就没有份儿。没办法了，传吧！谢谢你，奥尼。百亚斯队真的很厉害，怪不得一直无人能敌啊！
百亚斯队的中场和守门员都很出色的。是啊，奥尼真的很厉害。原来百亚斯队在大家心里只有奥尼一个人。好棒啊，百亚斯队！我的粉丝。奥尼真的好耀眼，我好想成为奥尼，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有些话想说。32战区的比赛结束后，我会离开中国。为什么？你不和我一起进军中国区的决赛吗？奥尼，对不起，一直留在这里，爸爸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别担心，幸好我之前报考的德国国立艺术学院录取我了。那你还会继续参加比赛吗？一定会。奥尼，谢谢你。我不可以再做你和百亚斯的短板，艺术学院就是我的起点。我要舍弃自己，学习奥尼，每件事都做到完美，让所有人都对我刮目相看。自卑一直是缠绕着艾姆的心病，想不到现在他连自己都舍弃了，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负担，艾姆。之后我在德国的艺术学院取得不错的成绩，而且我组织的球队眼镜蛇更取得了不败的战绩。我以为我终于成功了，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到完美。那为什么你现在会？我的球员眼镜蛇更练成了2招绝技，眼镜蛇盘球和毒蛇扑击。我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接近你。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连氏的人，他有一支叫德国银河队的球队。我听说他从来没有输过，所以就去挑战他，结果输了个5-0。以你的能力，竟然会输5-0？连氏真的很厉害，他的暴雷射球百发百中，而且那场比赛，我连一次射门的机会都没有。那场比赛后，周围到处都是异样的眼光，我压力很大。然后，我的学业和战绩都一落千丈。我发现了自己的极限，我不可能成为奥尼尼，所以你就去餐厅打工嘛。碰巧有人找爸爸来维也纳工作，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来了。谁知道爸爸到维也纳之后生病了，我要维持生计。这家餐厅是爸爸的朋友开的，所以我就来帮忙了。有了上次的经验，你不打算再挑战连氏了吗？不了，赢也好，输也好，已经无所谓了。那你不再继续参加超智能足球比赛了吗？算了，我很满意现在安稳的生活，这样子才适合我。艾姆，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你绝对不是百阿斯的短板。对连氏的比赛，我知道你一定很不甘心。不过首先，我要帮你找回昔日的斗志和热情。但是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呢？超越自己，你才能够真正体会精彩。放弃成败，才能去赢得更好的未来。别怕挫折，磨练胸怀，小河能汇成大海。绝地反击，天生我材，汗水变气概。我们的锐气将势不可挡，下一个目标在前面方向，释放出年轻的无限能量，梦想不停航。别怕挫折，磨练胸怀，小河能汇成大海。绝地反击，天生我材，汗水变气概。这次我和他搭档，想跟你再比。奥尼，既然你是为了搭档而战，就让我见识一下
你们这对搭档有多少能耐？野马、眼镜蛇，2打1加攻黑洞，不要追啊！哼，现在才发现，太晚了。爆雷射球，鹰眼。